他本是破获贩卖器官组织的刑警，却被购买器官的顾客捆绑起来。眼看对方即将处理掉自己，阿伟只好报出自己是刑警的身份，并谎称周英是安插在贩卖器官组织的线人，还说支援部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只要找到手机就可以呼叫支援，不仅可以将器官贩卖，组织团伙一网打尽，到时候所有人也都能获救。面对这样的说辞，众人显然不相信，阿伟只好让众人从兜里翻出证件查看。虽然证实了阿伟的刑警身份，但众人为了保险起见，决定留下周英做人质，让阿伟独自下楼寻找能通话的手机求救。因为在拍卖前，所有人的手机都按规矩放在1楼，事已至此，阿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随后顺着来时的管道回到房间，接着从柜子里拿出丝袜，将化妆品装进去。就这样，一个简易的黑丝流星锤诞生。做好一切准备后，阿伟胆战心惊地来到走廊，仔细排查着周围是否有组织的杀手。可刚来到一个拐角时，却惊恐地发现阿东手持匕首坐在角落。阿伟瞬间被吓得原路返回，并关上房门。此时门外的阿东疯狂砸着房门，嘴里还念着属于自己花钱买来的肾，接着匕首就贯穿房门，几刀下去，房门就被戳出个大窟窿。阿伟连忙解释是不小心才将你打下去的。네가 그랬지. 그래. 내가 니놈 콩팥 뜯어가지고 빈들에 돌돌 말아가지고 갖고 나가서 우리 아버지 갖다 드릴 거야. 씨발 두 개 다 뜯을 거야. 씨발. 可阿东已经陷入疯癫的状态，不停地对着房门一通乱砸，眼看房门再来几下就会彻底摧毁。也在此时，阿东似乎看见了谁，停止动作。原来是部长的手下找到这里，并且看见组织里的兄弟被阿东杀害，于是准备为死去的兄弟报仇。阿伟打开房门想趁机离开，却发现离开的道路被杀手阻拦，对方似乎还在和阿东进行对峙，而杀手也发现阿伟的踪迹，双方开战的局面愈发紧张。最终还是阿伟趁着对方不注意，疯狂甩动手里的黑丝流星锤向杀手砸去。阿东也趁着对方分神，冲上去一通乱刺。目睹如此血腥的一幕，阿伟呆愣在原地，接着连忙声称刚才也算救了你一命，能不能先能把肾的事情放一放。可阿东表示自己也只剩一个肾部，要不是因为和父亲的不匹配，自己也不会冒险来到这里。如今已经杀了3个人，不在乎多杀1个，只要阿伟答应对自己的父亲负责，尽管豁出性命也要带阿伟逃离这里。看着阿东越来越激动的情绪，阿伟只好拿出自己的刑警证件，还声称自己就是来调查器官贩卖组织的，现在要去找到手机联系支援小组前来。可阿东听后更加的激动，直接将阿伟拖进房间，一拳打在脸上。为了稳住情绪激动的阿东，他只好承诺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出去以后立刻去医院移植，甚至还主动的和阿东拉钩做保证。当得到想要的回答后，阿东立刻从兜里掏出一部手机，可这里根本没有信号。随后带着阿东来到之前的洞口，谎称这里是情报人员找到的逃生通道，而所谓的情报人员正是被顾客们抓住的周英。阿伟让对方通过洞口前去4楼等待，自己必须去3楼解救周英。阿东并没有怀疑什么，立即来到4楼，可刚打开通道口就被人强行拉了进去。阿伟见状直接爬进3楼，却发现房间里一片狼藉，之前挟持周英的人不知为何惨死在房间里，而卫生间里传来拖拽的声音。当阿伟强行打开房门时，正好看见周英拖着受伤的男子往管道上爬。阿伟来不及多想什么，立刻上前帮忙把人抬上管道，随后自己也跟随着一同来到管道里。经过10几分钟的攀爬，来到清洁工的房间，通过周英的讲述才知道，正是这名受伤严重的清洁工救下自己。对方在临死前用德语告诉周英，枪里还剩下6颗子弹，让他一定要按照之前的计划行事。刚说完，对方就因伤势过重死去。接着周英就从冰箱里拿出藏了许久的枪械，而旁边的阿伟还处在蒙圈中，立即询问周英和对方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周英沉默片刻，还是说起出自己的经历。原来在周英15岁的时候，因为犯事被关进少管所，由于没有家人的保释，他必须在少管所待够1年才能出来，而少管所每周都会举办宗教活动。周英本以为只要听从女牧师的话，待够5个月就能提前出来，却没料到女牧师把他卖给器官组织的社长，而且只卖出区300万韩元。社长为了防止组织成员逃跑，甚至在每个人的后脑勺处钻出一个小洞，装上追踪定位器。而当时的周英不知道是定位器，曾经试图逃过一次，却被抓了回来。而惩罚就是被组织的人割掉1颗肾脏。自此以后，周英就觉得这辈子都逃不出这里。但3年前，大叔意外从被拍卖人的身上搜出手枪，这才让两人萌生出逃跑的想法。原本想打算攒够足够20颗子弹再行动，可地震打乱两人的计划，只能被迫提前行动。而现在手里的子弹只有6颗。话音刚落，天花板就传来异响，原来是部长的手下找到这里。接着两人分工明确，周英手持枪械对准通道口，阿伟则瞅准时机打开逃生通道门。杀手刚掉下来就被手枪整得一脸蒙圈，随后阿伟一把将对方拽了下来，周英用枪对准脑袋质问楼上还有多少活着。
杀手浑身发抖的声称上面只有6个人，刚好枪里的子弹剩6颗，这不就是妥妥的稳赢局？随后阿伟就用绷带将对方的脸部活活缠绕，只给他留下鼻子呼吸。两人经过商议，横竖都是死，不如主动出击上去解决掉部长等人。阿伟率先找到几本书捆绑在身上，这样就能减轻被攻击的伤害。周英则从柜子里拿出登山包，一切准备妥协后，两人就准备出发。周英在离开前用匕首狠狠刺在杀手的腿部，为了就是防止对方逃跑，从而通风报信。现在对方不要说是去通风报信了，能活下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随后来到洞口，就发现通往上方的水管，阿伟先行上去，后再将周英拉上来。他们刚来的走廊就发现遍地都是尸体，两人胆战心惊的顺着道路来到社长的办公室。周英按响门铃，阿伟则吸引杀手的注意。安保出来的瞬间，周英直接开枪射杀。当手里有了真理，阿伟也不再惧怕，直接踹开房门冲了进去。周英在身后对着房间里的其余人进行射杀。很快就只剩下部长躲在办公室下面。当两人看向房中央，就发现阿东用匕首挟持社长。看来这里的情况比想象的更加糟糕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韩剧身价的第3期内容。